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3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总统再说中美脱钩的用意。先说新闻啊，新闻是川普总统在接受福克斯电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可能和中国会脱钩啊。那么这一段视频呢，他是这样的，这个采访他的这个 Steve Hilton 问他，他说我们不必和中国做生意啊。他后来又说我们如果他们不以正确的方式对待我们，我们一定会那样做啊，就是一定会脱钩的啊。那么这句话有一些反应啊，有一些反响。今天呢，我也想讲一下，因为现在中美之间处于一个有点微妙的状态啊。两个基本事实啊，第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美之间正在安排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啊。那么这是一个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冲突之后，进入一个新的状态啊。这个新的状态就是边打边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基本的事实啊。基本的事实就是中美原本是上个星期六啊要开一个检讨会，检讨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情况。然后这个会呢，上个星期六就被取消了。取消了之后呢，这个会什么时候开不知道啊。那川普总统星期一啊，上个星期一啊，就出来说这个会是我取消的，因为我现在不想跟他们谈。然后呢，就传出来什么呢？传出来中美之间已经开始商量什么？商量就是其实那个会不是取消，是延迟。那么就在商量什么时候开啊。然后中国的商务部的发言人叫高峰就出来讲，我们之间正在商量什么时候开啊。那么这几天就会开，最近就会开这个会，就是原来延迟的这个会。但这个信息非常的明确，就是中美之间正在安排一个会，这个会是跟中美贸易谈判有关的会，那么也是检讨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情况，也会讨论下一阶段的谈判。但是美方没有说话，既没有出来否认，也没有出来证实，就美方这边不反应。不反应之后就发生什么？就发生了川普总统的这番话，说中美之间可能会脱钩啊，中美之间可以脱钩，可能脱钩，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就这件事情是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那么我们再讲一下中美之间更大的背景啊，更大的背景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中美之间的对抗的持续升级啊。我们讲，自从美国调整了对中国的战略判断，那么中美之间其实它的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战略判断是中国对美国有敌意，那么他根据这个敌意，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那正在威胁美国的利益，伤害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啊，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威胁。这是一个美国对中国的整体判断。第一个战略判断就是意图，他认为中国有敌意。第二个就是他正在实施敌意之下的一些动作。这就是美国基本上以这个为前提，开始调整它的对华政策。那么在很多领域啊，它包括政治，首先是政治啊，你看蓬佩奥一系列的对外发言，包括政治、南海问题，然后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然后是地缘政治啊，很多议题上，美国开始当然包括经济议题等等，这些议题上，美国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啊，和中国发生激烈的对抗。
这个对抗是在升级的。那么关于脱钩这件事情啊，这个脱钩这件事是怎么来的？脱钩其实最高峰讨论脱钩议题最高峰是6月份啊，中美之间那个时候就是在一系列的冲突发生的最激烈的时候，川普总统在哪一次呢？在6月份的6月18号啊，6月18号，川普总统在一个推特里面啊，他其实是在纠正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一个头一天的一个评论。莱特希泽当天说，他说将全球2个最大的经济体完全脱钩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选项啊。那一天应该是莱特希泽在国会上的一个质询做的一个这样的陈述啊。川普总统呢就发了一个推特啊，他是这么说，他其实在纠正莱特希泽的一个说法。他这么说，他说在各种条件下，美国确实保留了和中国完全脱钩的政策选项。然后当第2天、第3天啊，财政部长努姆辛啊，他也说啊，说如果美国公司无法在中国公平的竞争，中美关系中美经济将会完全脱钩啊。那么昨天的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川普总统是这么说的：假如中国对美国不好，那他自己肯定就会那样做啊，就是中美就会让中美经济脱钩啊。那么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么现在啊，那我们现在看中美的这个冲突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剧烈的状态啊，包括军事上的在东海、在南海，包括在政治上，你看包括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美国国务卿推动的清洁网络计划。清洁网络计划是什么？其实呢就是一场战争，网络战就是围绕着中国展开对中国的这种网络围剿啊，这种网络围剿的程度，它不亚于一场战争。你要知道，现在社会全是网络社会，一个国家被网络孤立，那是灾难性的啊。那包括像金融领域啊，中国现在很担心美国在对它进行一个核弹级别的金融战，这金融战把中国剔出这个美元结算系统，那中国也是非常也是个灭顶之灾啊！因为你要知道，每年中国有三四千亿美元的贸易盈余，那么每年有5万多亿的对外贸易。所以如果中国被美国剔出这个美元结算系统，那后果是灾难性，那对中国经济那是灭顶之灾啊！这是一系列的后果。你想一下，中美之间已经对抗到了一个这个地步，就中国已经担心美国会干出这个核弹，扔出金融核弹来。你想想，中美之间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地步，那早就已经跨越了什么？脱钩的议题。脱钩的议题是怎么来？脱钩的议题核心的问题是讨论什么呢？讨论中美之争和冷战有什么区别的是经常会讨论的脱钩。为什么？就是中美之间现在的激烈的对抗，在这个激烈的对抗，经常大家会拿中美现在的对抗和美苏冷战比较，但这里面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中美之间经过20-30年的这种交往和往来，贸易啊、投资啊等等，人员啊、教育啊、科技啊等等的往来，早就已经相互融合，就是很多程度是交叉在一起，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麦当劳啊，然后这个华为跑到美国来啊，等等，它就大量的交织在一起。
这就和冷战就完全不一样。冷战的壁垒森严，你往这边打炮就行，但是现在不行。现在你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你一个政策，你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因为你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冷战和现在中美之争它的差别。这也是脱钩战略的其中一个原因。你首先把它两个脱开，当然脱钩其中还有一个考虑是什么考虑？就是一个判断，就是说中国过去20年甚至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成长，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那么美国的有个基本判断是什么？中国过去20年，特别是过去20年的成长，源自于三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来自国际市场，来自全球市场的资源。中国加入了全球经济循环当中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通过这个世界工厂挣取了大量的外汇，也就在国际市场挣了很多的钱，这是一个大前提这是个大前提。第二个大前提，科技，中国通过西方国家的科技获得了竞争的基本条件，别说优势，基本条件，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中国通过和西方的交往获得了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人脉的，包括商业上的很多的资源。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中国通过和西方的交往，西方的融合，它获利了，它有巨大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说我要跟你脱钩的原因，就在这。我既然吃亏，那我就跟你不玩了。这就是一个脱钩战略的背景就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就是你是因为和我交往而获得利益，这是一个背景，一个判断另外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发生了一场冲突这个冲突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没办法打这个仗，那怎么办？脱钩吧，就是脱钩的背景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川普总统又提脱钩，我认为两点。第一点，脱钩其实你可以看就是说，在整个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题目当中，就是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开始调整对美的策略他对美策略开始放软，其中背后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坚决反对中美脱钩这是中国调整对美策略的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内核，就是政策内核，就是对美放软身段，说软话，做动作，做工作，其中有一个内核，政策内核，就是防止中美脱钩。那么既然你防止脱钩，说明什么？说明你害怕这个，你害怕的就是我该做的。这就是川普总统为什么讲脱钩这件事情的其中一个有针对性的地方。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他绝对不是乱讲的。甚至你看那个视频，你知道是他自己主动讲出来这个话，主动提这话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脱钩这件事情跟什么有关系？我觉得跟现在的中美贸易谈判是有关系的。但到底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因为这外交谈判它保密，但是肯定是什么？那你可以看到上个星期六本来是要开一个中美经贸高层次会谈那是视频的中方是刘鹤美方是莱特希泽和努姆金那么第一个内容当然是检讨第一阶段协议的上半年的执行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内容。但是第二个内容没有说，但毫无疑问，如果你展开了这个动作，意味着第二阶段协议要开始谈判。那么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开始重启贸易谈判这个进程
对于中方跟美方来说，我认为中方美方都想做这个动作都想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对于中方来说，中美贸易协议的谈判很重要，因为什么？因为美方现在已经跟他不玩了，在整个的外交渠道当中，中国已经失去了跟美方对话的机会。那么中方通过中美贸易谈判，可以再去把美国抓来讨论问题。你现在如果你再想做工作，别人不理你，你也做不了工作。所以中美贸易谈判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什么平台？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平台。这是中方非常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这是第一头。第二头，别忘了第一阶段协议关税还加着呢，还在那上面它。所以中美贸易其实2019年到2020年其实是大幅下跌，原因是贸易有关税在这里，对中国来说那是压力所以继续谈判。第二点，从关税的角度，从贸易战的角度来说，中国也有动力，就是这两个原因。对美国来说，美国愿不愿意？美国也愿意。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如果你不展开第二阶段谈判，你就没办法去监督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大家理解吗？这很简单的道理。你现在看第一阶段协议有没有执行？除了采购以外，我认为啥都没执行。为什么？你没有监督机制啊！监督机制你没有再进行一场谈判的话，你怎么去监督？你怎么谈？没有机制啊！虽然是第一阶段协议里面讲了有一个监督实施机制啊等等，那只是讲，你有看到做吗？没有做。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冲突已经到了那个程度了，整个的贸易谈判都停顿下来，没有监督机制。所以美国要把第一阶段协议的这个实际的好处装到口袋里，你就必须进行第二阶段谈判，必须进行第二阶段谈判的过程当中推动第一阶段的实施。因为如果你在进行第二阶段谈判，你随时可以把关税再加回去，否则你怎么加？你都没谈判，你怎么加？不好加。所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现在中美之间之前中国的副外长自己出来讲，说中美之间现在是无线电静默。无线电静默是什么？门是关上的，对，就是双方的门都是关上的，没有办法进行对话。那么这其实很危险，对美国来说也很危险。为什么？它可能出现战略误判。所以关门只是暂时的，门打开是必然的，就是两个大国之间它一定是要沟通的。那么在哪个领域沟通，怎么个沟通法，这就是控制了，那你要选择。那么对美国来说，在贸易谈判这个领域进行沟通，对美国有好处。为什么？因为在其他的议题当中，在其他的议题上，美国很难退让，美国很难妥协，也不能够分阶段妥协，很难。但是贸易议题不同，贸易议题可以谈判，有谈判空间。你说台湾议题，你有什么谈判空间？没有谈判，没法谈。香港议题你也没法谈，就是行还是不行的问题。港版国安法就是只有一个答案，不行，你没有别的，对不对？所以其他的议题它没办法谈判，中美贸易协议是可以谈判的。买多少？1000吨，1000亿不行，2000亿行，你这个是可以谈判的。所以在这个议题上，美国选择在贸易议题上跟中国展开接触，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也是一个管控风险的其中一个方式。所以你可以讲，无论是中方也好，美方也好，其实双方都有意愿展开谈判。好，既然中方跟美方都有意愿展开谈判，那这件事情就会发生。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有政治上的意愿
那么既然有政治上的意愿，那么双方又有这样又开始正在做这件事情，川普总统出来说这个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正在向中方施加压力。施加什么压力？就是美国肯定提出了一些非常想要的条件，这些条件肯定是中方没那么容易答应的。川普总统又跑出来讲脱钩这件事情，因为中美之间双方的冲突已经超过脱钩这个程度了。你甚至大家都在讨论什么问题？讨论中美之间有没有可能发生热战，讨论这个台湾有没有可能跟美国建交，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这个第一岛链怎么办啊？讨论南海问题，双方在海上的这个冲突有可能什么样的发生等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和脱钩的问题这个激烈程度那差很远。那你说突然川普总统跑出来讲脱钩，这个电压一下子降了500伏，说明什么？说明中美正在讨价还价，正在就贸易谈判的讨价还价。那么川普总统亲自出来施加压力，他就是个大演员，后面的团队需要他出来演，他就出来演，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好吧？我们就大概把这件事情讲一讲啊。我认为中美贸易谈判很快会有新的消息，就是说什么时候谈，什么时候开始等等啊。那么中美之间会在这个领域开辟一个重启啊，我们叫中美贸易的战场啊，这个战场又会开始开打啊。这是一个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个主题。另外还有一个主题，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台湾的民调啊。台湾的民调，台湾的这个民调呢，我看的报道就不太多啊。它的民调的机构是中华民意研究协会啊，是在8月11号到14号，很近的一个民调，样本是1068个啊，随机抽样 SRS 的模式进行啊，那么有3%的误差。它是有几个，主要是针对当前的这个两岸关系进行的一个民调啊。我来讲肯定有它中间的道理啊。那么首先第一个，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啊，那么79.6%就是80%啊，80%的民众认为不可能，只有11.6%的人认为可能。你想想，这么多年，大陆文攻武吓啊，做了多少工作？你看结果什么？80%的台湾民众不相信中共会武力犯台，这个白干了。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民调的原因，就是中共的这个对台宣传彻底失败啊。好，继续。两岸关系38.7%认为会越来越差，43.2%认为差不多，7.5%的民众认为会越来越好，7.5%的人认为会越来越好。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两岸发生战争，你是不是愿意上战场抵抗中共啊？这个很敏感啊。48.4%愿意，42.3%不愿意，一半一半，差不多一半一半。愿意的略多，不愿意的少一点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这都是敏感问题啊。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军会不会出兵援助？58.7%的人认为会，28.6%的人认为不会。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啊，一直这段时间持续在讲首战即终战啊，大家都投降吧，我们投降吧啊，这个跟中共打仗没好处，为什么？
美军不会来的，这是马英九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美军我们等不到的，所以我们对大陆要是打我们的话，我们首战即终战啊，这是马英九前总统的一个最近持续热炒的一个话题啊。你难以想象他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的总统，出来讲这样的话，我简直是我无法形容，一个总统，你应该带领自己的民众啊，这个浴血战场，保家卫国，怎么能够还没有开战你就已经投降了呢？这我都无法想象，国民党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啊！好，继续，是否应该增加预算提升国防？赞成52.9%，不赞成34.1%。好，继续。两岸局势紧张，台湾经济能否承受冲击？不能承受47.4%，可以承受38.9%。看见没有？这个其实还是很能反映一个务实的民众、务实的这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大体的情况啊，大体情况。从这里面有几个明确的信息啊。第一个信息，台湾的民众不相信这么多年以来，这个台湾，包括台湾这个被收买的粉红媒体的宣传。什么宣传？你要是搞台独，大陆就会打你。这件事情做了这么多年的恐吓，完全没有用，80%，这不是一般的数量。这个我觉得这个看法，我觉得跟什么有关系？跟两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因素就是最近美台关系在升温啊，美台关系升温，给台湾民众一个安全感啊，安全感。大家别忘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强国。那么美国如果站在台湾的身后，那么对台湾来说那是非常重大的支持。所以美台关系升温对这个台湾民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大陆自己把事给办砸了。最近这一系列的啊，你看海军抓了多少贪官？你说数得过来的，从总装系统、装备系统到军代表一路全抓过去啊！这是一个海军的贪官一塌糊涂，抓了多少？我现在没有去统计，我没有因为实在太多了啊，好几十个将军，这没有，这跑不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第二艘航母山东号据说船身裂开，进了3万吨海水，进了3万吨海水，说一票的这个造船厂问责啊，这是第二个，这要判一堆的人的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前一阵子这个驻港部队惠州号这个舰艇海上射击表演，结果这个表演变成了一个灾难，公众叫公关灾难，就是那个表演出来的那个视频，大家一看，稍微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跟当年甲午战争时候，当年甲午战争之前，甲午中日海战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海战。当时清政府的海军亚洲第一，没有对手啊，无论是装备、吨位等等，中国投入了巨资建立了一支装备很强大的海军。但是后来说日本的一个将军去参观这个清政府的军舰，就带他去参观他们最大的一个军舰。参观完了以后下了船，日本就说这场仗我们打赢了。为什么？发现什么？发现他们的那个最大的那艘船，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所以有这个士兵在这个炮管上晾衣服。这个惠州舰
这个惠州舰的情况跟这差不多，就是这个视频一出来，哎呀，这个旁边的这个柜子门怎么没关？哎呀，这个士兵怎么站？这个后面这个视察员怎么站在这个炮位旋转的这个区域？这一转不把它给打翻了吗？哎呀，这个士兵，这几个士兵怎么有的戴钢盔，有的戴通讯帽，有的戴软帽？这个很不规范。哎，为什么这个射击的这个士兵怎么不穿救生服？一大堆的，就是你想一下，海军是在海上行动啊，在海上行动跟在空中行动差不多的，都是需要你非常严谨，一不小心掉海里去，淹死的。而且它的对抗的时间是很短的，一场炮战、一场海战，可能就是5分钟、10分钟就打完了，你非常的严谨，必须。结果那个视频出来，贻笑大方，中国的海军就是一个这样的水平。这一系列的这个丑闻展示给全世界面前看，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徒有其表，解放军你打没问题啊，所以我认为跟这2件事情有关，就是说第一个美台关系升温啊，第二个就是解放军其实真实实力大家是怀疑的，怀疑他真实实力有多少，就是吹牛吹的都太多了，吹过了，自己吹爆了，然后干实事千疮百孔，那真是千疮百孔啊。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美军是否会出兵援助，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你看，在两岸关系当中，第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什么？第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中共会不会武力犯台，这是第一个重要议题。第二个重要议题就是，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军会不会援助？这都是一个基本的判断。那现在的民调是什么？58.7%的人认为美军会出动，会援助，只有28.6%，不到30%，一个将近60%，一个将近30%。说明什么？说明美台升温提高了台湾民众就是相信美军会支援他们的一个信心。这个民调最终反映的还有一个就是两岸关系紧张，台湾经济会不会受到冲击？台湾人非常现实，上来就说47%的人认为会受冲击，而且承受不了，不能承受。那么38.9%就将近40%的人认为可以承受，那么还是50%，就是两岸关系不好，对台湾经济不利，这个判断是有的，基本上是认为是，虽然说一半一半，但是不能承受的人更多一点将近50%那么50%，基本上50%，你看是不是应该增加国防预算？53%的人认为应该增加国防预算，那还是大多数。所以总的来看，从民意的选择来看，第一个，台湾民众不怕了，没那么怕了。就是你可以看，当然还是有人怕的，还是有人怕，就是中共的那个文攻武吓，还是吓到了一部分人，但是没那么怕。没那么怕的原因是什么？中美关系、两岸关系、美台关系这个三角形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发生这种变化，对民意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民意什么？民意如流水，民意是可以影响的，民意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去调整，民意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你经过大选，你可以看到大选的过程特别反映得出来。那我们下面紧接着我们就要看美国的大选，你可以看有一些新闻事件的发生会直接改变民意，就像当年陈水扁那一枪打的真的是非常艺术，从肚皮上插过去，从皮肤上插过去，留下一道痕，没有伤，没有就是没有打到身体里面去，穿出去了。但是这一枪陈水扁赢了，这就是民意
民意会随着一些事件的发展会改变，所以很多政治家他怎么去实现他的一些政治意图，他经常会推动一些事件的发生，引导民意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民意很重要，但是民意是指针，但民意不是一成不变民意是也可以改变，又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好吧，我们今天就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特别提醒一下这2天我刚才说我们昨天也说过今天特别提醒，这2天平台吸粉非常的剧烈剧烈，一天发生300-500的这样的规模。那么我们就提醒大家，请大家检查你的订阅还在不在，特别是墙内的网友就是墙内的网友那个情况就特别。那么还有一个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假如你在手机上面也用其他的谷歌的应用软件的时候，你在检查订阅的时候也用一用，比如说你在用 Google Drive 类似这样的软件的时候，你就登录一下，那么它就会知道它就会改变对这个用户的判断好吧，我在这里说一下。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 Patreon 我们开始已经有一部分网友去订阅了那么我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这里讲2点。第一点， Patreon 是我们的一个备份是我们一个新的服务，2个功能，Patreon 2个功能。第一个就是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服务这个服务呢，第一个没有广告第2个有论坛，第3个呢有这个语音服务有一些网友呢他不方便，就比如说我上班开车不方便，那么 Patreon 是有语音服务，它就是 Podcast， 你直接一订阅整个频道它就自动上来，不用一个个下载这个视频这是一些新的服务，我们希望给网友提供更多元的服务方式这是第一个。第2个，不管我们怎么样去拓展其他领域的服务和其他领域的市场，都不会改变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的工作和定位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我认为YouTube 是一个公共平台，这是个公共场合，我们是个新闻服务，新闻服务必须在公共场合提供所以我们不是来唱堂会所以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是不会改变，我们不会放弃这个平台，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就算 YouTube 做再多的事情，我们都不会放弃这个平台，不会放弃这个战场。所以这2点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有很多网友在问我们这个 YouTube 还会不会有？会的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会在这里每天我们到时候就会直播，好吧？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3个，一个就是一个情况，一个问题，一个意见观点，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反正我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因为我们一上来，其实那边呢，我们已经设好了但是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完善它里面其实 Patreon 那边呢，就和 YouTube 有点不一样好处是什么呢？它有很多，因为它要想办法和YouTube 的差异化，它就提供很多贴心的服务就很多东西可以玩。那我觉得我们也会尝试这种新的东西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鸣谢一下林静华，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在线好友 Vicky 曹，
请王老师吃台湾的爱玉冰消消暑，谢谢啊。观点：今天出门一路上听王老师的节目，做靠谱的父母之4，陪伴，强烈推荐啊，谢谢啊。观点：边打扮边谈是中共的长项，谈的是上演农夫与蛇的必要条件。美国想把脱钩进行下去，就不能对谈抱有一丝幻想，否则美国只有在农夫这条路上被蛇置万劫不复之地。你们知道莱特希泽最厉害是什么？莱特希泽最厉害就是谈判，莱特希泽很厉害。我以前采访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美国的贸易代表叫巴什夫斯基啊，巴什夫斯基也是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的谈判对手，非常 tough， 但是也有手段啊，所以美国在谈判这件事情上，不要小看美国人啊，美国这个他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准备，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真的让美国人明白过来，然后再来开始跟你谈。你不一定是他的对手，美国人在这个领域一点都不差啊，一点都不差的啊。中国当然很厉害，中国在外交领域当然很厉害。中国的厉害在于什么？在于计谋。中国有很多计谋，但是计谋再多，实力是决定性啊。技巧的东西能够弥补一部分。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还是实力啊，是决定性还是实力。当年像那个什么，像那个，哎呀，我嘴边上忘记了，那个我们前2天还讲他在财新上发表文章，那首席谈判代表，一个湖北人啊，很厉害，其实也是非常聪明。其实大家知道，坐的那张谈判桌上的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没有傻瓜，没有人是傻瓜啊。情况，台商现在有点麻烦，很多台商都想离开大陆，但是老共会不断的刁难，不管是外汇管制或者是设备转移。是的，各地都在做这个工作，都在做挽留工作啊，做挽留。现在台商有一些就卖场啊，直接卖场。卖场当然是贱价出售啊，也是要走啊。台商现在很多，但是有点麻烦，这就是风险。台商离开的时候遇到的麻烦，其实就是给后来的外商提个醒。那记住，我现在遇到的情况，你以后也会遇到啊。观点：今天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陪蔡英文总统去金门纪念823炮战，中共的军机只能在识别区疯狂的绕，与总统专机最近的距离不超过半个台湾，但是不能怎么样，这就是现实，是美国的表态，也是中共要掂量的代价。情况，傍晚看了一些新疆封省的照片信息，心里像扎了刺一样难受。大家看看新疆吧，民怨沸腾，被 CCP 粗鲁封城。现在新疆与之前的武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新疆发生的事情比武汉还要严重10倍。为什么？两件事。第一个，武汉是九省通衢啊。那么武汉的人来往很多，然后武汉也是个大都会，很受关注啊，这是一个啊。这第二个，新疆发生在新疆的事情，新疆很早就已经被封闭起来了，所以新疆外界对新疆的了解很困难，就了解新疆的事情非常困难。越是这种情况，当局的做法会越粗暴啊。你说粗鲁呢？不是粗鲁，是粗暴。粗暴的后面那个字就是暴力啊，很可怕的啊。这是
这是会产生相当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你想一下，他可以把上百万人关到集中营去，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地方？那么当发生疫情的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所以我认为新疆发生的情况比当初的武汉要严重10倍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请大家关注新疆的事情啊。情况：唐山海事局8月24号到9月23日，渤海海域执行实弹射击活动。胡锡进军演范围再扩大，这是解放军直面风险且战之能胜的宣示啊！渤海啊，跑到渤海演习，唐山啊，唐山海事局啊，唐山怎么会有海事局呢？唐山靠海嘛，都河北唐山哦，那边可别。渤海是哪里啊？你的实弹都躲到渤海去了，不去东海，不去黄海，不去台湾海峡，不去福建，不去浙江，都跑到唐山去了，还叫这个战之能胜，面对风险啊？好吧，大家理解吗？渤海在哪里？渤海在河北。渤海在河北、辽宁、山东之间的区域，都已经在离台湾有多远？离台湾有很远，好吗？中间隔这个南海，中间隔这个黄海，隔这个黄海才到东海，渤海、黄海、东海，东海这边才有台湾海峡啊。情况：王老师，除沿海地区外，所有省份当兵的普通子弟当兵都要花钱拉关系，少则5000，多则1万。CCP 毫无战斗力，野战军我不知道。海防部队和省军区部队3年义务兵下来，射击不会超过300发。省军区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海防部队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野战部队肯定是解放军的核心战斗部队了啊。这些肯定是不行的，300发。情况：王老师你好，我的客户是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服装品牌，不久前和他们的高管聊天，问今年业绩怎么样，他们说今年的业绩不及去年的50%，生意很难做，在大陆的2线城市，甚至在店面外观有损坏的情况下，总部都没有批钱维修。他们还说有可能明年全面退出中国市场，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安，连他们都走了，国内还有多少品牌可以活下去美国的服装品牌 OK， 50%不错了，50%现在今年能有50%的业绩可以了，不算太差的了，那差的那就更差了啊。提问：蓬佩奥说过他在任内最终目标是改变中共，脱钩了还怎么改变？放烟雾弹吧。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脱钩就会改变，脱钩就是改变的其中一个方式。为什么？中国跟美国要跟中国脱钩，损失是谁？损失是中国。为什么？所以这是中国坚决反对脱钩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脱钩是改变其中一个方式啊，所以你说放烟雾弹，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意思啊？观点现在和当初不一样，当初是美国找中国打贸易战，现在美国要全领域脱钩，成了中国求美国来在贸易战上打自己。情况：加州的一位家长在推特上说，加州的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因为学校和 BLM 合作，这个家长很气愤。我也提醒大家注意，由此可见民主党的州如何和共产党一脉相承。网友：教育是学区控制，不是州，各个学区都有定期的公开社区会议，家长可以去说自己的观点。那个视频那个推特我看过啊，学习马克思主义，老实讲呢，
那个话呢就有一点误导啊，误导。你们自己也去搜一下看吧啊，我就不多评论了。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在网上也好，什么地方也好，看媒体也好，我们需要有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必须保持一个防备的心态。防备什么？防备被人误导，就是你一定要有个求证心态。特别是那些非常极端的例子，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很极端的例子，加州的学校要学生学马克思主义，什么情况啊？这他妈在大陆也没有这样啊！你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这么极端的例子，一定要去求证，这是第一个心态，保持防备心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很容易什么呢？我们很容易选择性的接收信息。比如说我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我会选择性的接收对共和党有利的信息，会强化我的立场。那么我也会，比如说我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我会选择性的接收对民主党有利的信息，就强化我的立场。那你就要想清楚，想清楚什么呢？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到底想做一个怎样的人？我要做一个坚定的民主党的支持者，没问题，你就坚定的去支持他就好，没问题，没有人干涉你。你反过来，你要坚定的支持共和党也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有一条，就是你要明白你是谁，你要明白，比如说我是坚定支持民主党的，好，你要知道你是坚定支持民主党，你就不要跑着去跟共和党的人讲，你不应该支持共和党。为什么？因为既然你做了你自己的选择，你应该尊重别人的选择，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的知道，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同时你要明白你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你就要尊重别人的选择。那除非是什么？除非你谁都不选，我不靠边站，我站在中间中立，反正我也不投票，我就中立。那你左边讲一下，右边讲一下，你随便讲，没问题。如果你选了边，你就不要去说服别人，因为那不公平，好吗？所以在这个议题上，我就是这样的态度。第一，大家要防范，防范什么？防范极端的新闻，越极端越要防范啊，要有求证心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知道你会选择性的接受信息，你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啊。观点：中美之争是价值观之争，农夫与蛇的价值观之争，脱钩是蛇之七寸。美国要被蛇软姿态所欺骗，被蛇的软话牵着走。重启三瓜两枣的贸易谈判，那就中了蛇的奸计。重启贸易谈判与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其本质还是对中共本质认识不清。情况加观点。在微博发支持川普会被视作敏感词，无法发布，但是发反对川普、支持拜登、反对拜登没有任何问题。看来 CCP 不希望川普当选。提问：王老师关注一下新疆发生的事情，乌鲁木齐有几百例，新疆全省陪跑隔离40多天，形式主义盛行，民不聊生，农村瓜果烂地。微博乌鲁木齐超话被删，网友纷纷去北京、上海超话社区留言，现在也被屏蔽。新疆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是的，请大家关注新疆发生的事情。情况：昨天在朋友圈看到同学发图片，上面显示在微博搜索乌鲁木齐超话，显示内容违规。当时觉得肯定出事了，今天回家 Google 一搜，果不其然，上面反映的各种行为只能用暴力2个字形容，心中愤怒难以平复。我见过一个新疆汉族女孩子，我问她新疆是不是有集中营，她瞬间脸色变，避开了我的话题。情况：今天刷到之前的新闻，果然像王老师说的一样，
加拿大零售业和美国一样微型反弹，6月份零售业数据比5月份暴涨23%，比去年同期还增长3.8%。人民拿到政府补贴，手里有闲钱，果然去消费了。这种情况在中国不敢想，你主要是不敢想有津贴吧、补贴吧。提问王先生，你认为中国至今没有民主化是教育的原因还是人种的原因？有句话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是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共产党。台湾转型成功得益于殖民经历，而台湾原住民的推动功不可没。您对中国未来是否有客观评估之后的期待和希望？那历史无法假设啊，假设呢就不是历史啊，或者我们翻过来讲，你现在看到的现实背后都有一系列的合理条件，让它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啊。那么一个现实的存在，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的结果，它是一系列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啊。你从时间轴来看，它是由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导致今天的格局，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X 轴啊，在 X 轴上面，它是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的后果。那么从 Y 轴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社会的各个因素啊，各个政治力量、各个社会力量啊，它在朝着不同的方向运动，它推动社会走到今天的这个结果。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啊，单一说啊，我们没有中国人种的问题，有中国民族中国文化的问题，有这个共产党的原因，有这个民族性的问题等等很多原因啊，你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原因来。那么到底哪个原因是核心的原因，哪个原因是辅助性的原因，不好说。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切进去看，有不同的东西。这就像什么？这就像你切西瓜，你从这个角度看，哦，原来很多籽，从这个角度看没籽啊，你一刀切下去可能一个籽都没有，有可能发生。所以其实你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形态和样貌。我们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某种程度上说，历史不可知，就是你很难知道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历史我们只能做估计、评估。我们只有通过什么呢？我们只有通过历史的事实本身来推测某一些看法。所以历史既然不可知，很难知，那你分析历史的进程就更困难。所以我们不要斩钉截铁地做出一个绝对性的判断，通常这种绝对性的判断都是错的啊，好吗？情况根据在监狱工作的亲戚爆料，中共2年前就将新疆关押的维族人慢慢分散到全国监狱了，所以即使蓬佩奥去新疆，也很难看到，很可能什么都看不到。蓬佩奥去新疆，第一，蓬佩奥不会去新疆，中共不会让他去新疆。第二，别说蓬佩奥什么都看不到，你觉得习近平看到了吗？大家记得吗？习近平在安徽视察抱着孩子的那个妇女是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啊，抱的那个孩子都是群众演员，都是从幼儿园里面调来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也看不到真相，啥都看不到。蓬佩奥能看到吗？都看不到。在中国，你看到的全是谎言。提问王老师认为，国民党该做什么保住他反对党的地位，还是干脆就灭亡？他什么都不干，一定能保住他反对党的地位。你说呢？反对党的地位或者是在野党的地位，他都不用干，他就一直是在野党。这第一条。第二条，我觉得国民党已经失去了
我觉得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他一个政党的基本的所具备的政治上的合理性，就是说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存在的合理性已经没有了，你看不到他为什么要这个政党为什么要存在？我不理解，他没有合理性，根本没有合理性。他的目标是什么？他政党的目标是什么？他政党的目标就是统一到大陆去，让中共统一他吗？我不理解啊，我不理解。所以干脆消亡，消不消亡，台湾人民决定。但是我认为，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它的存在的政治合理性已经不存在了。观点：一党独大就免不了贪腐问题，所以台湾人不要把民进党冠上天了，不然就是下一个中共。不要小看权力的诱惑力，那是人性使然。哪怕是美国失去两党制衡，一样免不了腐败。台湾哪里有一党独大呀？台湾没有一党独大吧？没有一党独大。民进党观点：党的厉害之处从来就是绑架国民，杀人放火都说是民意，夷平台湾也会说是民意，绑架14亿人怎么办？这就是墙内人最怕的。墙内人最怕这个吗？我觉得不像。墙内人最怕的是什么？墙人最怕的是没有人领导他们，这洗脑洗的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情况和问题：我在西北某省银行业，我们单位现在每天都在内部核查，什么都查，连自己大干7000元的消费，自己大于7000元的消费都要上报，干什么用了？而且天天在说风险，但是具体不说什么业务有风险。想问问老师，这是真的要开战的节奏吗？这就是现在的心态。什么心态？领导的心态。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国现在最大的风险是什么？金融风险。为什么？因为金融风险出现之后，出现的金融风潮，它的后果是全局性的，而且不可逆，就是它一发生以后很难救不过来。所以呢，现在金融行业是被捏得最死的，就使劲捏。但是他又没办法没招，为什么？因为金融风险不可控，所以不就是现在的情况，不就是天天让你查呗？没有，那他能干什么？他啥都不能干啊。观点：敬佩王老师 ，but to be honest， 您那期节目对一个海外网友的父亲在国内遭遇车祸去世，但可能没有得到法院公正审判的情况的看法。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最好的反击，我不同意啊！因为一，作为儿子，这事就这么默认了，对不起父母，没办法交代。第二，现实是一回事，努不努力改变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这个逻辑我不同意。比如香港三，这正中共的下怀，默不作声就对了，斗争可以有策略。我想回应一下。第一，我理解你的想说什么，就是要反抗啊，这个我是同意的啊。我认为，当你受到压迫的时候，必须反抗啊，反抗才能改变，这话没有错，完全正确。但是反抗是在哪里？就是被压迫的那个人要在反抗，就是秋菊打官司，那个秋菊一定要反抗。我们前提是什么？我们前提是这个人他已经在海外，他有家庭、有工作、有生活，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或者是在英国，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或者也可能在加拿大。他的父亲在国内遇车祸去世了，他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他跑到国内去反抗，意味着什么？他工作怎么办？他的家庭怎么办？他的生活肯定就全部乱掉。因为你要知道，你要到中国去反抗意味着什么？你就得耗时间，秋菊打官司，你得打1年、打2年官司，你这边的生活就毁掉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讲那个话的前提是什么？如果你是那个秋菊，你去反抗，我认为一定要反抗，因为你的生活已经被毁掉了。可是这位网友的情况不一样，跟秋菊的情况不一样，这边他承担的还有其他的责任，他不能放弃他的责任。所以我讲的是这个啊，一定要理解，我们的生活不是喊口号，喊口号可以没问题，但是喊口号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特别是什么？特别是那个背着一堆责任的男人，他一定要实事求是啊！我的意见是这个，我同意你的观点。当你被压迫的时候，一定要反抗，但是你要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好吗？情况，我同事就是老家新疆的汉人，前2天父亲去世，都没有办法回去奔丧，我不忍心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也想也知道。就是人道灾难，非常正确。好啊，鸣谢，感谢啊，张昭啊，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